悉达多太子到底是如何创立佛教的呢？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悉达多如何是从一位太子成长为佛陀的。首先我们来看看太子的出生。其实关于这个佛祖的生平，在印度古代文献里面记载的并不多并不多。今天的这样一个人们在研究佛教文化史的时候，特别研究印度佛教文化的时候，就一直觉得有一个不足的地方，就是藏中真实的文献非常的少。虽然关于佛祖成佛的经历在佛经里面有很多的记载，但是这些记载更多参入了后人的这样一个改造里面有很多这样一个赞美的神话的一些东西在里面。那么这和历史上的真实情况可能已经不是很相符了。所以我们这个地方介绍从他这样一个太子到佛陀这样一个历程里面，同样是借助了现在带有一种传说性质的一些文献，里面大致的历史历程应该是真实的，但是里面有一些很多说法明显带有一种传说的性质，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吧。首先是太子的出生。我们知道一位伟人、一位圣人的出生往往是不一般的。那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现象也非常多。那么在佛经里面记载太子的出生，同样是不一般的一个经历。那么悉达多太子出生于什么时候呢？关于这一点，学术界还是有很多争议的。不同的地区对佛祖出生的时间是有着不同的看法的。所以我们这里只选取了中国佛教界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就是生于公元前565年，逝于公元前486年。也许大家去看其他的这个文献的话，会有这样一种不同的时间，这是很正常的。我们说这样一个争议还一直存在着一直存在的。我们就选取这样一个时间来说说，这也是被很多学者所认可的一个时间段。那么这样一个时间是什么时间？同样我们可以拿我们中国文化里面的人做一个比较，这样我们可能就会有一个更真切的了解。我们来看一看，比方说中国的老子、孔子，我们还可以和这个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他们的生卒时间做一个比较。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到悉达多太子佛祖生活的时间和孔子生活的时间大部分是重叠的，就是孔子生的要稍微晚几年，去世的也稍微要晚几年。所以我们可以说是吧，佛祖他的这样一个生活的时代和孔子生活的时代几乎是一样的，几乎是一样的。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是吧比较真切的一个感觉，就是佛祖和我们的孔子、孔圣人生活在同一个时代，而且他们生活的背景我们刚才也介绍了，非常的相似。那么太子出生的时候，就有一些不一般的一种现象，比方说是吧，传说太子出生以后，他的父亲净饭王就请了当时比较有名的一位相师，婆罗门的一位看相的大师来为太子看相。这位大师看了太子之相以后就发出感叹，这个太子不一般。不一般在哪儿呢？他指出有32种特异之相，有80种好，就是长得很特别。那么这所谓的32相80种好，是吧？也是佛教文化里面经常提到的一种说法。我们可以来看一看，这就是32相32相。比方说眉间白毫相，是吧？40尺相，然后呢手长过膝相等等等等，都是悉达多太子特别的地方。然后这位这个看相师就说了，就发出预言，他对这个太子的这个父亲净饭王说，如果继承了您的王位，他一定是一位明君圣君；如果他出家修行，一定是一位什么样得道者、觉悟者。
哎，晋藩王一听心里很高兴，当然他希望他的儿子能够继承他的王位，成为一位明君、圣君。哎，传说还有一个位怎么样啊？大仙也要来，从很远的地方跑来，一定要看太子之相。他看了以后，哎呀，也发出感叹，说这个太子有32处特异之处，将来一定是一位这个得道者，而且可以怎么样啊？能度很多人，能度天下人。然后说完以后，他嚎啕大哭。他说：“我现在已经老了，是吧？已经活不到太子怎么样啊？成佛度人的那个时代了，啊，觉得非常的可惜。当然这一些明显带有一种传说的性质。晋藩王显然是想让自己的孩子继承自己的王位，成为一位明君，成为一位圣君，所以从小呢就对他进行了这个精心的培养。当然了，他也有一点小小的担心，是担心他将来出家修行，成为了一位觉悟者，所以呢尽量对他向圣君这个方向去引导，同时也严加管束。所以太子从小就生活在这样一种皇宫之中，是吧？他父亲为他修了这样一个春天的、秋天的、夏天的宫殿，是吧？有这个凉宫啊，暖宫啊，等等等等，给他提供非常好的一种教育。所以太子从小生活在这样一种无忧无虑的生活之中。很早他父亲就为他娶妻，在19岁的时候为他娶了邻国的一位公主。在晋藩王的心中肯定是这么想的，是吧？从此王子跟公主就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不久他们生了孩子，然后这个晋藩王应该说多少也有些放心了，就对他没有那么管束如此之严了。所以太子也可以出宫去游玩了。所以紧接着后面就发生了在佛教史上很有名的这样一个故事，可以说是一个故事，叫四门游观。四门游观，这也是太子最终决定出家修行的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那么这个四门游观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太子可以出宫去游玩了。有一次他出门游玩，是从这个东门出去的，是吧？皇城的东门。东门出去的时候，驾车出去的时候，遇到了一位老者。那这位老者呢？哎呀，这个面容是很憔悴，是吧？佝偻的背，拄着拐杖，老态龙钟，是满头这个银发。太子一看，哎呀，这样一种形象的人，他是从来没见过的，他在皇宫里面见不到。他就问他的这样一个随从，他说：“这个人是怎么了？”随从就告诉他，这是一位老人，人都会老，是很正常的一种现象。太子一听，哎呀，原来人生是吧？这个时光流逝的如此之快，将来都会成这个样子。人生还有如此的一种苦，他就觉得怎么样啊？一下子没有一种玩性，就回去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太子又出门游玩，这次出的是南门，出南门碰到了一位病人，这位病人是躺在这样一种污秽之物之上，浑身散发着这种恶臭，是吧？身上也腐烂着，这就是病得非常严重。太子看到以后也是非常的惊讶，也问他的随从，这是怎么回事？随从也告诉他，这个人生病了。其实人人都会生病，太子你也不用太奇怪、太担心。太子看到这种现象以后，同样对他的这样一种心灵有很大的震动，因为在他的人生中，这样一种景象是没有见过的。原来人生还有如此之苦，又没有玩性了，又回去了。过了不久，又想出门游玩了。这一次出的是西门，东南西北，明显带有一种传说的性质。这次出西门遇到的是死人，有一位人去世了，那么家人呢就围在旁边痛哭，是吧？有的这个亲属披头散发的捶胸顿足的，非常痛苦。太子一看，哎呀，也觉得很惊讶。那么他的随从也告诉他，这家人有人去世了，所以呢，他们的亲戚朋友都非常的伤心。太子一下子又觉得，哎呀，人生是吧？最终要走向死亡，有这样一种痛苦。
太子对这个事情对太子同样也心灵有了很大的一种震动，又没有玩性了，又回去了。每一次回去以后，他就在思考这些问题：人生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痛苦？如何才能够解脱这些痛苦呢？他一直也没有找到解决的方法。又过了不久，太子出门去玩，这一次出的是北门，在北门遇到了一位比丘。这位比丘是把这个披着袈裟，是不是头剃度了，然后呢手里托着这样一个钵，就是那个碗，托着钵，走路神采奕奕的在那儿坐着的，感觉到是好像人生是很有意义的一种样子。这个太子就去问他，他问你为什么要出家修行？那么这位比丘就告诉他，是不是他觉得人生无常，人生有很多的一种痛苦，他希望通过出家修行去找到解脱这些痛苦的答案。太子听到他这样说话以后，觉得深有启发，他觉得我也要过这样的生活，我也要去出家修行，去寻找解脱人生痛苦的答案。所以太子这一刻就决定要出家修行。这个四门游观这个故事显然带有一种传说的性质。这个故事的可信度有多少，我们很难说。但是这背后所体现出来的太子为了追求解脱人生痛苦的答案而出家修行，这样一个原因应该说是可信的。从这我们也可以感觉到，为什么太子要出家修行？他出家修行的目的是什么？简单的说，就是为了寻找解脱人生痛苦的答案。当然，他父亲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非常的痛心，想阻止他，可是没有阻止。传说太子有一天深夜驾着车就离开了这样一个皇城，踏上了他修行之路。太子的修行方式采取的是当时印度非常流行的几种修行方式。比方说，当时这个印度文化里面比较流行的修行方式有禅定、有苦修等等。显然，禅定这样一种修行方法并不是佛教所独有的。其实，在佛教形成之前，印度文化里面已经有禅定了，苦修也是如此。太子出家以后，首先就选了当时非常流行的禅定这样一种方法来进行修行，找了当时很有名的这样一个老师去学习禅定，希望在禅定之中能够找到解脱人生痛苦的答案。可是太子学了几个月，禅定了几个月，依然没有找到这样一个答案，所以他觉得这个方法可能是不行，所以他又换了另外一种方法，苦修。所谓的苦修，那就是说怎么苦，怎么对自己。比方说，是吧？衣食住行，那就不用说穿什么好衣服了，那就穿树皮呀，是吧？穿这个树叶呀，穿一些破破烂烂的衣服呀。食呢，就尽量的不吃，慢慢的减自己的这样一个饭量，以至于到最后是7天吃一餐，然后呢，主要是吃一些什么树叶呀，一些野菜等等等等。住，那就经常是住让一种荆棘之上，就是让这种瓦砾之上等等。那就是说，简单的说，怎么苦，怎么去修。悉达多太子苦修了将近6年时间，在大山里面，可是他依然没有找到解脱人生痛苦的答案。他的父亲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其实心里非常痛心。我们知道，每一位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过上一个幸福的生活，所以呢，他的父亲看到这个太子苦修成了这样一种，是不是骨瘦如柴、形如枯木的样子，也是非常痛心。为了表达他的一种关心，他还派了5位随从，跟太子一起去苦修，怕他受了太多的苦。可是太子经历了5年多，将近6年的时间苦修，依然没有找到解脱人生痛苦的答案。所以悉达多太子觉得这个方法不行，所以他就从大山里面走了出来，来到山前的一条河，这条河叫尼连长河。来到河中，把自己怎么样洗干净，沐浴更衣，
上了岸以后呢，还接受了这个岸边村落里面一位牧女给他提供的路来。吃饱喝足了以后，来到了河边的一棵菩提树下，然后坐下来发誓：如果我找不到解脱人生痛苦的答案，那么我就一直坐在这个地方，不再起来。这个决心非常的大。那么太子在菩提树下坐了7天7夜，有一种说法是49天，突然就怎么样啊？顿悟了，突然就悟到了解脱人生痛苦的答案。这一刻呀，这个太子非常高兴，可以说这一刻，太子就从太子变成了这个佛陀，觉悟了觉悟了。我们的佛陀不是说我们今天人们一般人心中想象的这样一个法力无边的佛祖，而是觉悟者，觉悟者。太子觉悟的这一刻，他也从一位太子成为了佛陀。当然，这一刻我们还不能说佛教形成了，为什么呢？因为佛教有所谓的三宝，佛、法、僧三宝，这才是一个完整佛教的一个架构。佛祖在菩提树下悟道成佛，有了佛。那么他悟出的这样一套理论方法，可以说是佛法，有了法，但是还缺一样，僧。僧就是这个信众、信仰者。太子在树下悟道以后，他马上想到的是随他一起苦修的这5位随从，所以他赶紧到大山里面去找他们。最后在鹿野苑这个地方找到他们，然后为他们5个人讲了他所悟出的这样一套理论，连讲了3遍，从不同的角度。那么这在佛教史上被称作是初转法轮，初转法轮。而这5位随从听到以后，觉得这套的方法真是非常好，所以他们决心一定要就追随这个太子，追随佛祖，去传播这样一套理论，这样一套方法。可以说这一刻，佛教才正式形成了。好，这是现在的这个鹿野苑，也是印度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遗迹。那么从这一刻开始，佛教就形成了。那么佛祖和他的弟子们就开始把他这样一套理论方法在印度进行传播。这一年，太子35岁。那么佛祖去世的时候呢是80岁，就从他35岁到他80岁，一共45年时间。佛祖在印度全境传播佛教，很快佛教就成为了印度文化中最大的一个宗教派别。